日產汽車有助遇上倒閉危機，日本嘅車廠將會發生激烈嘅變化。早喺2024年3月，本田技研工業同埋日產已經宣布咗將會共同研究喺電動化同埋智慧化領域嘅合作。到咗11月，日產就公布咗2024年4月至到9月嘅業績，營業利益同埋最終利潤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超過90%，跌幅驚人。更加宣布將會裁員9000名員工，並且削減全球大概2成嘅生產能力，令人擔心呢一間公司嘅前途。台灣嘅鴻海精密工業由2000年起製造汽車零件，2011年開始去揾研發電動車嘅出路。而家遇上衰落嘅日產，係一個好時機進行投資，加速達成目標。去到12月，日產同埋本田進一步加強合作關係，正式商討經營統合。咁樣就令人聯想到日方嘅公司係唔係想阻止鴻海加入，但相關公司冇正式承認相關事宜，一連串事件嘅發展令人關注。最深日本今集探討日產汽車點解要同本田作經營統合，除咗簡單去說明經營統合同埋合併嘅分別之外，仲睇一睇日產呢30年嚟經營方針同埋問題，再講解呢一次經營統合嘅背景同埋對相關公司嘅影響。先說明一點，呢一次經營統合仲喺商討階段，有可能唔會實現。如果成真嘅話，本田同埋日產兩間公司係唔會喺汽車行業裏邊消失。日本汽車行業已經步入沒落之路。喺20世紀風靡全球嘅日本汽車已經被電動化嘅潮流打到遍體鱗傷。JDM Japanese Domestic Market 其中一個意思係指日本產嘅汽車。當中1990年代嘅跑車令全球車迷狂熱，著名車廠嘅日產昔日推出多款名車，令車迷醉倒，例如有 Skyline、GTR、Fairlady Z、180SX、Silvia 等等。另外，本田就推出 NSX、Integra Type R， 豐田嘅 Supra、萬事達嘅 RX7， 呢啲都係一個時代嘅見證。喺汽車市場變化裏邊，世界上唔少車廠已經組織集團或者合併，希望繼續經營落去。以銷量嚟計，排第一嘅就係豐田集團，子公司有大發工業，另外同鈴木、富士重工業即係 Subaru、萬事達、日野有資本合作關係。排第二嘅就係嚟自德國嘅福士集團，旗下有保時捷、奧迪、林寶堅尼、Bentley。嚟自韓國嘅現代同埋起亞亦都組成集團，排第3位。今次本田同埋日產嘅經營統合喺業界裏邊並唔係創新嘅事，仲證實咗車廠對面對電動車潮流同埋各國有關環保嘅法律要獨立求存並唔容易。喺日本車廠裏邊，以生產數目嚟排名，日產喺國內排第3。呢一間公司唔單止知名度高，而且喺經營上作出唔少挑戰，亦都經歷唔少風波。早喺1990年代已經面臨經營上嘅困難。喺1999年，日產接受嚟自法國嘅車廠雷諾出資近36.8%。喺2010年就推出自己公司首部電動車嘅 Leaf 凌風。2016年向三菱出資34%。呢3間公司組成一個聯盟。2019年，社長卡洛斯戈恩被拘捕，而由日本逃亡去到祖國嘅黎巴嫩。而因為業績欠佳同埋發展電動車，喺2024年宣布同本田作經營統合，令公司可以持續落去。因業績欠佳而減產嘅日產，其實喺近年已經冇車型改款，例如名車嘅 Skyline， 最新嘅車款係13代嘅 V37 型，喺2014年推出，10年嚟冇改過款。而電動車嘅 Leaf 第2代喺2017年推出，下一代預計去到2025年嘅秋天先會面世。車款過時係令顧客遠離日產嘅其中一個原因。另外，唔單止冇推出新款，而且喺主要市場嘅美國，為咗促進電動車銷售，向經銷商支付獎勵金達到市場平均嘅2倍以上。銷量高但係利潤少，加上低價出售舊款，令品牌形象變差。各種問題令日產業績低迷，難怪董事都交回一半嘅報酬。
但係咁樣都唔可以引領日產渡過所面對嘅難關。本田同埋日產喺2024年12月23號正式就經營統合簽署咗基本同意書，之後雙方會商討詳細條件同埋大綱，預計喺2025年6月作最終決定。如果落實嘅話，就會成立控股公司，並計劃喺2026年8月上市，踏出新嘅一步。雖然離2026年仲有1年半以上嘅時間，但作為日本3大車廠嘅兩間公司嚟講，時間表並唔係過鬆。另外，日產持有三菱汽車工業大量股份，雖然日產因業績欠佳，將原本持有嘅34% 裏邊賣出咗其中嘅10%，但仍然保持大股東嘅地位，所以三菱有機會參加經營統合，預計喺2025年1月尾作出決定。三菱嘅規模就比較細，2023年嘅銷量係73萬架，大概係日產同埋本田嘅1/5，喺世界就排第26位。昔日推出著名嘅4驅跑車 Lancer Evolution， 俗稱 EVO， 喺世界拉力錦標賽奪得年度車手冠軍，馳名全球。而家受歡迎嘅車款有跨界休旅車 SUV 嘅 Outlander。如果3間公司真係作經營統合，會成為全世界銷量第3位嘅公司。喺日本國內，根據2023年嘅成績，豐田就排第1，達到1123萬架；本田就排第2，有398萬架；日產就排第3，有337萬架。而日產同埋本田作經營統合嘅話，會僅次於世界排第1位嘅豐田，同埋排第2位嘅福士集團，成為世界第3位。不過暫時仲未有新公司名嘅報道。唔少人認為呢一次經營統合係因為日產最近業績欠佳，本田亦都喺中國市場陷入苦戰，外銷佔日本車廠大部分嘅營業額。2024年1月至到11月裏邊，本田喺中國嘅累積銷量下降30.7%，日產就跌咗10.5%，表現未如理想。兩間公司求變先至可以渡過難關。除咗業績之外，日產將會遇上現金不足嘅問題，因為要償還8700億日元嘅社債，現金不足比赤字更加可怕，可能令公司即時倒閉。而本田同埋日產作經營統合嘅話，就可以幫助日產渡過難關。雖然唔少人接受呢一個講法，但去諗一諗本田嘅立場，就會產生另一個疑問：咁樣對本田有咩好處？所以只係將今次經營統合理解為本田救濟日產，有講唔通嘅地方，甚至本田可以完全收購日產，吸收日產嘅資產。另外，亦都要諗一諗三菱嘅立場。喺解釋各個疑問之前，先講解一下乜嘢係經營統合，仲有同合併有咩唔同。經營統合係企業策略之一，最大嘅特色就係保留各參與公司嘅法人資格，各間公司仍然維持原有嘅營運，但全部股份會由新設立嘅公司持有，成為完全子公司。新設立嘅公司就會成為控股公司，有整個集團嘅決策權，但各間子公司亦都有部分嘅自主權，亦都可以保持自己既有嘅品牌。而合併可以分為新設合併同埋吸收合併。新設合併係設立一間新嘅公司，而相關嘅公司就會失去法人資格，即係喺世上消失。而吸收合併就係一間公司去收購另一間公司，被收購嘅公司會失去法人資格。經營統合同埋新設合併比較接近，而經營統合就係保持現有嘅公司，特色係將決策權交俾新設嘅控股公司，子公司就可以更加順利咁樣合作，分散投資嘅負擔同埋風險。呢一次本田、日產、三菱嘅經營統合，即係呢三間公司繼續會保持營運落去，只係新設一間母公司嚟決定整個集團嘅方針。不過作為規模較大嘅本田，有權任命新公司嘅社長，仲會任命新公司過半數嘅內部同埋外部董事成員，即係呢一次經營統合由本田作為主導，亦都會決定之後集團嘅發展方向。要說明日產嘅經營狀況，
就要先介紹世界汽車市場嘅趨勢。而家電動車成為潮流，傳統嘅燃油車已經逐漸遭到淘汰。馬克思做執行長嘅特拉斯 Tesla 係美國最大嘅電動車嘅車廠，先喺2008年推出 Roadster， 之後相繼推出人氣車款嘅 Model S、X、3同埋 Y。喺2010年代前後主導全球嘅電動車市場。歐盟以保護環境之名推出針對以石油為能源嘅汽車，因為會排放二氧化碳，加速溫室效應，宣布咗由2035年起完全禁止燃油車嘅新車發售。無論歐盟嘅主要目的係唔係為咗環保，呢一個政策會打擊以出口燃油車為主要收益嘅日本汽車工業。Tesla 就配合電動車環保嘅形象，所以喺全球大賣而取得成功。不過要補充一下，電動車喺行緊嗰陣時的確唔會排出二氧化碳，但係製造電力嗰陣時亦都會排出二氧化碳，而生產過程裏邊仍然都會排出二氧化碳。加上電池係主要嘅零件，製造電池同埋處理廢棄電池會對環境造成負擔，甚至會造成污染。雖然電動車有環保嘅形象，但實際上未必比傳統嘅燃油車環保。當然，歐盟嘅專家知道電動車對環境造成嘅負面影響，至少喺正式通過2035年後禁止銷售燃油車新車政策嘅2023年2月，已經有唔少有關電動車嘅研究報告。歐盟冇正式宣布呢一個政策係咪要壓制日本汽車進口，但除咗呢一個目的之外，就難以作其他合理嘅解釋。而歐盟同埋汽車工業大國嘅德國喺2023年3月宣布准許唔用石油而用環保燃料嘅引擎車，2035年起可以繼續銷售。歐洲叫環保燃料叫做 e-fuel， 已經投入市場嘅有以氫氣為能源嘅氫能車。一向堅持唔開發同埋推出電動車嘅日本車廠豐田一直研發氫能車，並早喺2014年已經將 Mirai 未來呢個車款推出市場。有關日本汽車工業嘅發展，仲有各個車廠嘅興衰，日後可能製作特輯再詳細介紹。仲有呢一段片嘅主旨係講解有關日產嘅經營統合，對汽車市場只係作大局勢嘅介紹。因為電動車唔採用構造複雜嘅引擎同埋相關設計，所以喺研發上門檻就好低。Tesla 可以喺短期之內成功研發同埋銷售電動車，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係以摩打推動嘅電動車構造簡單。因為引擎技術涉及專利，而且喺生產引擎車嗰陣時要有完善嘅零件供應鏈，唔係單一企業可以控制嘅事，所以已經有成熟技術同埋供應鏈嘅日本汽車工業難以放棄燃油車同埋引擎車。電動車構造簡單，零件嘅數目比引擎車少得多。唔單止美國嘅 Tesla， 新興電動車國嘅中國，亦都喺短時間內急速發展技術，多間電動車公司崛起。其中最受矚目嘅可以話係比亞迪 BYD。根據2023年嘅數據，全球電動車銷量排名榜裏邊排第一嘅就係 Tesla， 有175萬架。第二位就係 BYD， 有145萬架。頭10名裏邊4間都係中國車廠。中國政府致力發展國內電動車產業，向相關企業提供資助，消費者亦都可以享受津貼同埋免稅優惠，令國內電動車市場急速發展，並出口去到世界各地。除咗徵收高額關稅嘅美國，不過政府嘅資助同埋津貼越減越少，減弱咗電動車嘅熱潮，令銷量不振。而歐盟喺2024年10月決定喺未來5年提高中國產電動車嘅入口關稅，由而家嘅10% 提高至35.3%，最高甚至去到45.3%。如果歐盟嘅主要目的係為咗環保，就唔會提高進口電動車嘅關稅。而家對進口電動車設高關稅，又准許環保燃料引擎車銷售，政策意圖難以捉摸。唔致力研發電動車嘅豐田又有機會搶翻出口引擎車嘅市場。講翻電動車銷量排名，日本車廠排名最高嘅係排第16位嘅日產，有13萬架。其中喺2022年新推出嘅車款 Sakura 櫻花
喺國內大受歡迎，佔2023年國內銷量嘅40%。喺日本國內嘅電動車市場可算係日產嘅天下。不過銷售最多符合潮流嘅電動車，亦都唔可以為日產帶嚟理想嘅業績。下集會講解喺汽車市場嘅激烈變化裏邊，日產喺經營上有乜嘢失策，仲有呢一單經營統合對本田有乜嘢好處。